大家好，我是老陈，继续遗嘱黄昏恋。珍珠在2017年9月16号过世了。他到过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自己戴了半辈子的绿帽子。所谓绿帽子，是我们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说法，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在外面有外遇，有小三，而另外一方就称为戴了绿帽子。这个是从古代以来一直有这个说法，而美国人是不知道这个说法的。我问范儿，你知不知道戴绿帽子的意思？他说我不知道。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。他的爱好是编织，他给我编织了3件毛衣、3顶帽子，还有3双袜子，都是用非常好的羊毛编织的。其中有一顶帽子就是绿帽子，这个就是他给我编织的一顶绿帽子。珍珠出生1920年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妇，他的母亲16岁就嫁给了这个农妇，生了他们7个孩子。在珍珠2岁的时候，他的妈妈离家出走，扔下了他们7个小孩。他的爸爸忙于田间的活，没有办法把他们7个小孩都送到了孤儿院。珍珠的身世有点像法国著名设计师香奈儿的身世。香奈儿的父亲和母亲也是生了5个小孩，然后他的母亲过世，他的爸爸没法照顾5个小孩，把他们送到了孤儿院。珍珠在孤儿院里成长，在他离开孤儿院独立的时候，他没有钱去学习护士的课程，只得做护士的助理。他住在康州的New Haven，这是一个小城市。在一次舞会上，珍珠认识了Bob，也就是范儿的父亲。他们2个人相爱不久就结婚了。结婚以后，珍珠就做家庭主妇。范儿比较大的时候，他就到商店去做店员。他的一生是非常的坎坷，可能造成了他脾气非常的不好。范儿告诉我，他小的时候经常受到他母亲的责骂和挨打，甚至在他少女时期，他的母亲也要打他。原因就是他在学校里的功课不是非常的好，或者他在家里搞得比较乱。同样的，珍珠也经常骂她的老公 Bob， 她埋怨 Bob 买的车不好，埋怨 Bob 地板做的不好，又埋怨 Bob 把车库搞得乱七八糟。Bob 是一个 handyman， 也就是心灵手巧的人，但是珍珠老是埋怨他。Bob 也不和珍珠争吵，他就经常不在家里。在一次方形舞会上，他认识了隔壁镇上的一位寡妇，他们就这样成为了男女朋友。Bob 出去经常带这位女友去 party， 或者在一些公开的场合。Bob 和这位女友的风流轶事，整个汤都家喻户晓。我问范儿，你的妈妈珍珠是不是知道你爸爸
在外面有情人。范儿跟我说，他妈妈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他妈妈不太喜欢社交，老是待在家里。也可能他知道，假装不知道。这个就像我们华人说的，戴绿帽子只有自己一个人不知道，赌博输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。因为戴绿帽子，人家都不会告诉他本人，而输了钱，他的苦衷也没有脸面去告诉别人。就这样，爸爸和那个情人维持了将近半辈子。每当他在家里被珍珠责问或者责骂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女友的家里去散心。这个又像我的家庭，我母亲也是脾气非常的不好，经常责骂我的父亲。我父亲也是不和他争吵，老是往外跑。我父亲没有像爸爸有一个女朋友，但是他有一个社交的圈子，都是男士，每天早上一早就去上海市中心人民公园和他们喝茶聊天，大家非常的开心。我爸爸也就是因为早上要到人民公园去，在一个下雨天，他撑着伞给公交车撞死了。他没有看到公交车开过来，而公交车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太晚。由于下雨，路上很滑，公交车没法刹住，就把我爸爸撞倒在地上。没多久他就过世了。这个就是一些家庭的悲剧。戴绿帽子在美国的社会也经常发生，男的怀疑女的给他戴了帽子，女的怀疑男的给他戴了帽子。范儿说，他和他前夫 David 有时会吵架，主要就是 David 怀疑范儿和他的弟弟凯文有一脚。凯文是范儿和他的前夫 David 认识的介绍人。凯文要比范儿小6岁， David 要比范儿小4岁，我比范儿大2岁。由于凯文比较活跃，又经常和范儿聊天，所以引起了 David 的不满。他一直怀疑范儿和凯文有一腿。范儿跟我说，这个是捕风捉影的事，他和凯文都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关系。凯文后来是由于吸毒过量而死的， David 是车祸而死的。他们兄弟俩都是死得非常惨。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庭。我到美国以后，我的前妻在上海，她的朋友就怀疑我在美国有女朋友，给我的上海老婆戴了绿帽子，也是捕风捉影。我们家邻居有一个美国白人，她嫁给了一个菲律宾男子，也算是一种婚姻。这个菲律宾男子一直怀疑他的美丽的老婆有外遇，他还查他的手机，查他的电话记录等等，引起了他老婆非常的不满。他认为他非常的不尊重女性，非常的大男子主义。他认为亚裔男子的那种大男子主义
给自己的孩子树立了非常不好的榜样，所以她最后和她老公离了婚。戴绿帽子在社会上经常发生，很多都是捕风捉影，而真正戴了半辈子绿帽子的就是珍珠。爸爸一直到过世还是维持着和这位女友的关系，而珍珠一直到过世也不知道他已经戴了绿帽子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聊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明天见。